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贴脸开大玩你是我的神笑梗，欧豪尴尬不悦，全程勉强营业。你是我的神这个梗，居然还能在11年后被翻出来玩，放在你好星期六的综艺舞台上。白鹿贴脸开大的那一瞬间，欧豪的表情让人笑不出来。白鹿一向是综艺感满分的活跃派，在节目中和欧豪搭档宣传新剧北上，开场就借着角色扮演的机会，用我要一个在综艺里当过神的人，引出了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笑梗。说完，他立刻模仿当年海清的表情和语气，情绪夸张地喊了一句：“你是我的神！”全场哄笑声此起彼伏。可是欧豪没有笑，他的脸色瞬间沉下来，像被泼了一盆冷水，随后又勉强挤出一个假笑，好像是为了给白鹿留点面子。那一瞬间，气氛变得奇怪又有些尴尬，观众都能看出来欧豪不高兴。其实也难怪，11年前那个你是我的神的场景，是海清在快乐男声决赛阶段为了拉票给欧豪投支持票时的真情流露。那一跪一喊，或许今天看起来显得戏剧化甚至搞笑，但对欧豪来说，那是他青春记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是他职业生涯重要的起点。没有海清那时候的拼命支持，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欧豪。这件事对他而言，不是一个随便拿来消遣的笑话。白鹿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梗对欧豪的特殊意义，他在全场哄笑中自己也笑得前仰后合，甚至忘记了看一眼搭档的反应。这种无意间的忽略，才是让事情变得微妙的原因之一。他或许只是想带动气氛，可是这个梗不小心踩中了欧豪的隐形地雷。其实，综艺里的玩梗文化已经成了一种默认的娱乐规则，只要好笑，就可以一遍遍重复加工，直到观众都腻了为止。但并不是所有梗都适合拿到台面上玩，尤其是涉及个人经历的东西。这就好像你的朋友在大庭广众之下开了一个关于你黑历史的玩笑，尽管别人都笑了，你却怎么也笑不出来。那种感觉既复杂又无力。欧豪的尴尬不只是来自白鹿玩梗的大胆，更在于这种神的梗不知不觉中消解了当年那一跪背后的分量。当年海清是冒着被质疑捧人的风险，在舞台上真心实意地表达支持，而今天他却成了一句可以在综艺节目中随意使用的笑话。这样的落差，或许是欧豪内心最介意的地方。这个梗不是不能玩，而是看谁玩，怎么玩，能不能带着点尊重。节目后续，白鹿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冒失，赶紧解释这些梗能不能提的，提前告诉我，不然我什么梗都提。看得出来，他并不是故意冒犯，只是这句话一出口，更多像是他对自己失误的无奈调侃，而非对欧豪情绪的安慰。说白了，他更在意自己有没有失礼，而不是对方感受如何。其实，综艺节目就是这样一个地方，需要笑点，需要话题，但往往忽略了真正的分寸感。这种分寸感说起来很虚，但其实很真实。像你是我的神这种带着人情味和过往故事的梗，玩得好是加分项，玩不好就是减分项。而这次白鹿玩的显然不算成功。更让人感慨的是，这种玩梗现象其实早已不仅仅局限在娱乐圈，从综艺到社交媒体，大家都习惯于用梗来包装和消解严肃的情感。网络世界里，似乎一切都可以被玩成梗，只要够吸引眼球，没人会关心当事人怎么看。无论是选秀节目里的情感瞬间，还是电影里的深刻台词，都逃不过被玩笑化的命运。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曾经被类似的玩梗文化轻轻戳中痛点，
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欧豪反应过度，毕竟大家都能笑得出来，为什么你不行呢？但这种观点本身就透露着对个体情感的漠视，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笑着翻篇，也不是每一段经历都适合用来搞笑。尤其是像欧豪这样低调内敛的性格，他不抗议，不代表他不在意。所以这次事件后，我们或许应该重新思考一下，哪些梗适合玩，哪些梗需要留有余地。白鹿的性格注定他不是一个记仇的人，他或许很快就会忘记这段小插曲，继续在下一个节目里创造笑点。但对于欧豪来说，这种不舒服的体验或许会成为他以后更谨慎对待综艺的原因之一。最后，或许更重要的不是你是我的神到底该不该玩，而是如何找到一条在娱乐与尊重之间的平衡线。我们都喜欢轻松搞笑的氛围，但也别忘了，笑话是拿来逗乐的，不是拿来戳心的。下一次，当你笑着抛出一个梗时，不妨先问问自己，如果是我，能笑得出来吗？2. 白鹿欧豪综艺互克，神级还原名场面，网友直呼 CP 感拉满。白鹿手一挥，眼神犀利的像要穿透空气，指向欧豪，你过来，想当我的员工，门槛可高了。综艺里封过神才行。这话一出，全场1秒静音，随即爆发出不可抑制的笑声。欧豪反应快，单膝下跪，戏谑地喊：“白鹿，现在你是我的神！”何炅在旁边大呼：“我说怎么又是我在啊？”就这么个开头，节目氛围直接拉到满格。先别急着笑，往回倒带几分钟。这个节目带着观众重回2000年，一个没有短视频平台、没有全民网红的纯粹年代。嘉宾们摇身一变成了小镇创业青年，要在虚拟的好六街开启职场打拼模式。听着挺怀旧，实际玩起来却是职场丛林求生记，笑点和暗坑齐飞。第一个游戏是舞蹈猜词，说白了就是靠肢体语言把关键词甩出来，听起来简单，那得看谁玩。翟子路一登场，硬是凭借凡人无法解锁的舞蹈技能连环猜对。杨迪不甘示弱，一边用行云流水的舞步把5个字的关键词甩到观众脸上，一边精准捕捉队友脑回路。白鹿看着忍不住直拍手，迪哥，这综艺外挂你是从哪下载的？就这样，第1轮大家笑得肚子疼。但综艺嘛，笑归笑，竞争永远是核心戏码。接下来进入你追我赶争夺赛，嘉宾们两搭档抢夺锦囊。画面感来了，欧豪一把抱起白鹿，像在演偶像剧。但很快，画风一转，孟佳被黄子弘反扛着狂奔，这场景让观众笑喷。这是职场，明明是健身房搬砖实录吧？就在这闹腾劲儿正酣的时候，白鹿一句颜值优先的发言，让全场话题瞬间切换到情感频道。问题是这样的，相亲时最看重对方哪点？白鹿思考3秒，答案果断：颜值、身高、才华。杨迪顿时接梗，果然是先看脸，再谈未来。白鹿一脸无所谓，对啊，我就是肤浅。笑是笑了，但他这份坦率却让观众陷入思考。所谓的第一印象，真的不重要吗？另一边，孟佳也没闲着，在被问到影视剧里最克不动的搭档时，竟脱口而出：“白欧。”一时激起千层浪，节目组当场安排2人还原北上的经典桥段。结果呢？观众的姨母笑差点穿透屏幕。但转念一想，这种硬安排真的好吗？自然流露的情感才最让人动容，这样的设计反倒让人觉得有点用力过猛。节目最妙的地方是它有意打破明星固有的人设，比如谁能想到翟子路是个舞蹈高手，杨迪在游戏中不但脑回路清奇，还能跳得如此丝滑。这些出其不意的小细节，
恰恰让观众感觉明星不再只是被光环包裹的符号，而是有血有肉的人。但如果把这些瞬间拉到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会发现，这些看似简单的综艺段子，其实也折射了不少社会现象。比如白鹿那句颜值优先引发的讨论，其实很戳人心。在这个看脸经济大行其道的时代，外表确实成了许多人争取机会的第一步。而白鹿的坦诚，某种程度上不就是承认了这一点吗？他的回应看似肤浅，但又何尝不是对现实的幽默调侃？再比如白欧 CP 这对荧幕搭档，从北上一路延续到综艺，既成了观众的客点，也成了一种现象及流量策略。这种现象的背后，是影视圈对于磕 CP 文化的精准把控。然而，观众真的永远买账吗？当剧本感太强，反而会让人觉得疏离。说到底，大家爱磕的是那种摸得到、抓不着的真实情感，而不是流水线产出的甜味剂。综艺归综艺，节目里那些创业打拼的桥段，看似玩闹，却意外地折射出职场的生存法则。合作很重要，但竞争更不可或缺。像欧豪和白鹿这样的英雄救美式配合，自然讨喜。但真正抢到锦囊的却是孟佳和黄子弘凡这种蛮力派。这告诉我们，关键时刻策略不如执行力来得管用。节目好玩归好玩，但也不乏争议。比如白鹿的择偶标准，是否会让人联想到颜值至上的社会价值观？孟佳对白欧的吐槽，又是否会引发粉丝不满？这些问题其实指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。在消费文化下，明星形象到底是由谁塑造的？是他们自己，还是我们这些屏幕前的看客？这一切不仅是综艺的议题，也是现实的缩影。生活中，我们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观众和表演者的双重角色。在追求真实的同时，我们又不可避免地被剧本牵着鼻子走。或许这也是这期节目的意义所在，它让我们笑着反思，反思着再笑。那么，屏幕前的你呢？是更喜欢节目里的欢乐时刻，还是那些让人忍不住琢磨的小细节？觉得白欧 CP 甜得齁，还是刻点不足？或者说，你更关心职场里的那些锦囊妙计？来吧，评论区见，大家一起聊聊。